到了某一年，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不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你从未在任何一张现行地图上见过的名字——华国。而最先说出这个名字的，不是哪个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也不是哪档政论节目用来骗点阅的标题，说出他的是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日本女孩，一个在网络世界里神出鬼没，留下一连串精准到让人发毛的预言之后，又像一缕水蒸气那样彻底蒸发消失的人。他的网名叫国分灵。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我们把他口中那个叫华国的未来和日本著名预言家松原昭子的判断放在一起，再加上帕克对中国的说法，三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终点。那个终点的名字叫做分裂。这期影片资讯量会非常大，有些内容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一点点不适，但我真心建议你耐着性子看到最后，因为它就像一把钥匙，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你重新俯瞰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2026年以及未来整整10年这个世界可能的走向。我们先从那位被写进标题的主角松原昭子说起。对华语圈的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名字也许有点陌生，但在日本，松原昭子几乎可以说是预言界的一块活招牌。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预言家，他更愿意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事件者。所谓事件，就是看见世界的意思。他说他从小就能看见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他管那个世界的存在叫做不思议世界的方家头，也就是不可思议世界的那些人。他说那些人会把未来的画面，把未来的声音，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直接传递到他的脑海里。他要做的只是把这些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听起来很玄，对吧？换成别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松原昭子之所以让无数人不敢轻视，是因为他有一份实打实的命中记录。最让日本人记忆犹新的是2011年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日本311大地震。据说松原昭子在地震发生之前，就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下了东北沿海将有巨大灾难的警告，甚至连受灾最惨重的某些地名都被他隐隐约约地点了出来。当海啸真的吞没那片土地的时候，很多看过他文字的人后背都凉了。这还不是全部，早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前，他就反复提到一种会让全世界陷入恐惧的传染病即将到来。后来的事我们都亲身经历了。他还曾经断言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办不成，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奥运会怎么可能办不成？结果呢，一场疫情，东京奥运会真的延期了。此外，连第一届川普政府的诞生，他也提前感应到了。而且松原昭子的事件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些年他依然在持续地描绘着这个令和时代的剧烈动荡。他谈川普政权那不加掩饰的野心，谈习近平对于统一台湾那近乎执念般的渴望，谈普丁深藏不露的盘算，也谈那个叫马斯克的男人心里装着的那个宏大到让人看不懂的计划。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那些具体的地名，去感应未来那些可能袭来的自然灾害。他描绘的是一幅令和年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全景图。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松原昭子的话在日本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那么这位事件者是怎么看中国的呢？其实早在好几年前，松原昭子就说他开始感觉到中国正在浮现出一种崩溃的征兆，而且随着2027年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他的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在他的感应里，当下的中国已经走进了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中国的内部会先出现分裂，还是台湾海峡的局势会先爆发，连他自己都很难判断。当有人直接问他中国的崩溃是不是已经临近了，松原昭子给出了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回味无穷的回答。他说共产主义已经爆炸了，无处不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理解成那种曾经被高度集中，被牢牢攥在一个拳头里的力量，如今已经像炸开的碎片一样四散飞溅，
再也无法被收拢回原来的模样。而按照松原昭子的预感，中国的未来很有可能会一步步走向分裂，最终不再维持现在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形态，而是演变成一种类似联邦制的松散结构。记住联邦制这3个字，因为等一下它还会以另一种更惊人的方式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聊完了松原昭子，我们的主角要登场了，他就是那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未来人国分灵。把时间倒回2021年的秋天，在日本一个匿名论坛上，一个网名叫国分灵的账号敲下了他在这个时空的最后一行字。他说：我要回2058年了，祝各位好运。下一次能够稳定穿越回这个时空的节点是2026年的9月26日，我会在那一天补上你们最想知道的关于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写完这段话，他就彻底人间蒸发了。在那个短影片娱乐至死的年代，全世界都只把这当成一个无聊的恶作剧，一个自称穿越者的网络账号而已，谁会当真呢？直到他消失之后，人们像淘金一样蜂拥进入他的主页，一条一条地翻查他过去发过的贴文。这一番，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份让人胆寒的几乎全中的记录。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一点，拨到2019年的12月，那时候的世界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疫情的影子都还没出现，国分灵却发布了一条极其具体的预言。他说，东京奥运会日本队最终拿到的金牌数是27枚。要知道，那个时候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将近2年，各国运动员是谁都还没定，谁能想到金牌数？然而到了2021年的8月，东京奥运会闭幕，最终的奖牌榜定格在那一刻，日本队的金牌总数不多不少，正好是27枚。这只是个开始，早在2019年他就预言了。2020年的3月，日本股市会暴跌，后来全球股市在疫情冲击下集体崩盘。他还预言安倍晋三会突然辞职，而接替他的人是菅义伟。后来安倍真的因为健康原因突然请辞，继任的首相正是菅义伟。他甚至在疫情最绝望、最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冷静地写下2024年的9月，新冠疫情会在日本宣告终结，而这一条后来也应验了。短短几周之内，这个没有真人照片、没有任何真实背景，更没有任何媒体背书的神秘账号，粉丝数疯狂暴涨，一举突破了50万。在网络这座深不见底的黑暗森林里，预言命中率就是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而真正让国分灵和那些含糊其辞的江湖术士拉开距离的，恰恰是这份令人发毛的精确。你发现没有？绝大多数的所谓预言玩的都是模糊的艺术。他们会说东方某国将有大事，会说今年恐有血光之灾，这种话怎么解读都行，事后总能找到一件事来对号入座。可国分灵偏不，他给的是27枚金牌，是一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数字。他说的是菅义伟，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他甚至连2024年9月这样精确到月份的时间点都敢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种精确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旦错了，就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瞬间身败名裂。可他一旦对了，那种冲击力，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真实感，是任何模糊的预言都无法比拟的。一个骗子是绝对不敢这样玩的，因为这等于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那么，一个敢把所有退路都堵死，还偏偏一次又一次压中的人，他的底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每一个了解他故事的人心里。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受过理性训练的朋友皱起眉头。等一下，这会不会是骗局？一个人怎么可能准确预知这么多年后的事？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神迹就放弃自己的脑子。问得好，其实质疑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有，而且还相当有水准。有人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弊假设，他们说国分灵的账号在公开之前是处于私密上锁状态的，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用一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方式来造假。具体怎么操作呢？他可以提前写一段程式，在私密状态下一口气发出成百上千条预言。比如关于奥运金牌数，
它可以把20枚到40枚之间的所有可能性全部都发一遍。关于日本首相是谁，它可以把所有可能的候选人全部都猜一遍。然后等事情真的尘埃落定了，他再悄悄回去，把那些猜错的贴文统统删掉，只留下唯一猜中的那一条，最后再把整个账号设成公开。这样一来，在后来涌进来的吃瓜群众眼里，他不就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预言之神了吗？这个假设听起来是不是很聪明？但只要我们拿出笔，认认真真的算一笔数学账，这个聪明的假设马上就露馅了。你想要猜中奥运金牌数这一件事，可能就需要发几十条，而要把金牌数、股市暴跌的时间、首相是谁、疫情终结的时间，这么多件互不相关的事，全部都猜中，按照几率，这些可能性是要相乘的。算下来，他得在私密状态下偷偷发出成千上万甚至几万条贴文才行，而任何一个社群平台的后台系统都不是吃素的。这种短时间内疯狂刷屏的异常行为，系统早就会把它当成可疑账号处理，甚至直接封禁了，根本不可能让他安安静静地刷上几万条。更要命的是另一个破绽，国分玲后来在公开状态下和网友们有过大量的即时互动，面对网友千奇百怪的追问，他表现得极其淡定，极其从容。连时光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要怎么靠在老家院子里买以太坊来凑穿越的费用，这种离谱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他都能回答的逻辑严密，滴水不漏。这种临场的反应和细节的丰富，根本不是一个靠删贴文造假的人能装得出来的。当我们穷尽了所有技术层面的解释，把所有作弊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之后，我们只能面对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假设：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冷静的旁观者呢？好，现在我们要走进这个故事最核心，也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层。时间来到2026年的今年2月底，日本一个著名的匿名技术论坛伺服器的后台突然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底层数据波动。据几位参与维护的技术人员后来透露，那个已经沉睡了将近5年的国分玲账号，连同他当年留下的网络地址凭证，在某一个凌晨3点，突然和伺服器产生了一次短暂到极点的登入。整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只持续了短短的17秒。在这17秒之内，这个账号在后台编辑并保存了一段文字，但诡异的是，这段文字被设成了仅自己可见的草稿，并没有点击发布。随即账号又以光速下线，重新归于沉寂。但在今天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数位时代，这团短暂的缓存数据还是被一些有心的技术高手强行抓取并破解了出来。而这份残缺不全的草稿里，赫然写着5条关于2026年一直到2035年的大预言，每一条都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掐住了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的大动脉。在我们深入中国这一条之前，先让我用最快的速度带你扫一遍这份末日草稿里的另外几条，因为只有看完了全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草稿到底有多冰冷多吓人。第一条，关于那场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草稿原文极其简短。他说，正式的停火协议将会在2027年3月17日签署，双方以当前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定停火的边界。各位想一想，以实际控制线来划界，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场惨烈的战争根本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也没有真正的句号，它不过是又缔造了另一条38线，一道横亘在欧洲大陆上的全新的冷战铁幕。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未来没有句号，只有无数个带血的逗号。第二条，也是最让人警惕的一条，关于一场新的瘟疫，草稿原文写道，2026年的12月，全球将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呼吸道传染病毒，它的传播率是当年新冠原始毒株的3倍，致死率是 0.3%， 它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长期的损伤，预计要到2027年的6月才能得到全面的控制。 0.3% 的致死率听起来似乎不算高，但是一旦配上3倍的传播力，那个被感染的绝对基数将是毁灭性的。而最可怕的是免疫系统长期损伤这8个字，它暗示着未来病毒进化的方向
也许不再是追求引发急性的重症，而是悄无声息地演变成一种透过空气传播的慢性的免疫缺陷。第3条，关于悬在全人类头顶的那颗地质核弹，美国的黄石超级火山。草稿说，2028年的11月，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地质异动，地面每年抬升的速度将会达到惊人的22公分。要知道，正常情况下，由于地下岩浆的呼吸，黄石公园的地面每年自然抬升的幅度也就是2到5公分而已。22公分，那是正常水平的近10倍。而草稿给出的最终结论是，到了2030年的3月，这座火山喷发的几率将高达 78%。一旦喷发，数以亿吨计的火山灰会被抛入高空，遮蔽掉太阳的光芒，整个北半球将会进入至少长达10年的恐怖的火山冬天。第4条，没有流血，却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它关于 AI， 关于真相。草稿说，随着 AI 合成技术的成熟，假影片将会大规模的泛滥，年轻人对影片内容的信任会彻底崩塌，人们会开始远离影片，而文字类的内容反而会迎来一波回潮。各位，这句话国分零是在2021年写下的，那时候的人们还在为短影片里那些刺激的画面而狂欢。可站在今天，当深度伪造的技术彻底平民化，当毫秒级的声音克隆泛滥成灾，当你看到一段惊悚的突发新闻影片时，你的第一反应还会是深信不疑吗？不，你的本能恐怕已经变成了，这该不会又是 AI 生成的吧？从眼见为实到全民怀疑，这场思维的巨变正在用摧枯拉朽的力量瓦解着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石。第5条是一幅极其科幻又无比冷酷的阶级固化图景。草稿说，到了2058年，人类已经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了早期的居住点，而比特币这一类的加密资产会变成只存不交易的状态。从2024年开始，大量的财富就已经悄悄地开始向着太空的载具转移，建立起一套超越地球管辖的全新的财富储存体系。这条预言最毒辣的眼光在于它看透了资本的终极逃逸。当地球上的国家因为战争、瘟疫、资源枯竭而不断的超发货币、加强管控时，那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顶级精英会怎么做？他们会把财富全部转化成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数位资产，然后发射到地球的轨道，甚至更遥远的太空。富人走向星辰大海，而穷人只能留在这颗千疮百孔的星球上，为了水和食物苦苦挣扎。你看，把这5条叠加在一起，这哪里还是什么预言？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极限压力测试。而今天我们真正要聚焦的是这份草稿之外，国分零在消失前回答过的另一个最敏感、最重磅，也是很多创作者根本不敢碰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预言。故事要再次回到2021年，就在国分零彻底消失之前的那1个月，他集中回答了几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他记忆里的那个未来的中国。他说了一条非常重磅的内容，他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而在这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会发生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中国的企业界会开始在幕后悄悄推动一场民主化的运动。紧接着他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他说中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将不再是传统的陆军和海军，而是会猛地转向太空的竞争。与此同时，地面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反而会开始大规模的裁减。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怎么突然就扯到太空去了呢？这跟改国名又有什么关系？别急，国分零接下来的话把所有的线索都串了起来。他说，到了2030年代，中国在太空战略上最终还是落后于美国，而正是这种落后引爆了一场致命的内部矛盾。掌握太空力量的那支新兴部队和传统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一场政变。而政变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标题里那最惊悚的一幕。国分零说，政变发生之后，政变军占领了2个地方，一个
是最高人民法院，另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各位请注意，这2个地方在今天的中国，这可绝对不是2个普普通通的机构。最高人民法院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最顶层的司法权力，是管所有人权力秩序的地方。而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命脉，是管所有人钱袋子的地方，一个管权，一个管钱。如果这2个核心中的核心被一支政变的军队牢牢控制，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和金融系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地动山摇般的巨变。也就是从占领这2个地方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国家的名字变了，它不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华国。国分龄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在我们2058年那个时代，它被称为华国，用来和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做区别。由于2030年代后半期的国内冲突，这个华国长期处于一种多个政府并存的混乱状态。那时候还同时存在着一支人民解放军以及一支华国的军队。他说，这里头说来话长，以后再慢慢讲，我们不妨在这个名字上多停留一会儿。华国这2个字乍一听很简单很朴素，可如果你细品，会发现他丢掉的东西才是最致命的。他丢掉了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共和国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政体，而人民这2个字更是过去几十年里一切权力宣称自己合法性的最核心的源头。当一个国家的名字里这些字眼通通消失，只剩下一个古老的回归到地理与文化本源的华字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却又石破天惊的宣告。它仿佛在说，那一整套旧的叙事、旧的法统、旧的故事都已经被历史轻轻地翻过去了。一个时代的句号有时候就藏在一个名字的更迭里。你听懂了吗？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原本的那个政权已经被彻底推翻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正式登场。而在这个新旧交替、天翻地覆的过程里，这片土地会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分裂阶段。说到分裂之后的世界，国分龄还提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心头一震的细节。他说，政权更迭之后，那道由中共长期建立起来，把10几亿人和外部世界隔开的网络防火墙将会轰然倒塌。中国大陆的民众将会生平第一次真正自由地接触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全部资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是何等的震撼。一道封锁了无数年的资讯大门，在某一个瞬间被彻底推开，数以亿计的人同时涌入外面那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是哪个外网平台费尽心思的想让中国人看见世界了，而是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围观着一件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景。10几亿人第一次集体冲出资讯的高墙，集体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太空部队跟共产党起冲突，最后还闹出政变，这个剧情是不是太天马行空了？一支管星星的部队怎么会动摇一个政权的根基呢？但你如果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个逻辑其实藏着一种冷酷的合理性。你看，今天的中国正在不计成本地往太空这个方向砸下天文数字般的资源，从各种卫星的密集发射，到登月探测的步步推进，甚至连在太空建立巨型发电站这样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计划，都已经被一些院士摆上了台面，喊出了2030年代的时间表。太空正在成为这个国家赌上未来的新的战场。而一支现代化的、掌握着最尖端科技的太空部队和一个依靠着传统意识形态、传统权力结构来维系的老旧政党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难以调和的张力。前者信奉的是数据，是技术，是冰冷的物理规律；后者信奉的是忠诚，是路线，是层层叠叠的人事关系。当这支新兴的力量在和美国的太空竞赛中节节败退，当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那个僵化的外行指挥内行的旧体制时，当他们手里又恰好握着这个国家最顶尖的技术和最关键的力量时，一场冲突，一场摊牌，会不会就在某一个临界点
轰然引爆呢？国分林说，地面和海上的军事力量会被裁减，而战略重心会猛地转向太空。他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权力的天平正在悄悄地从旧的一端向新的一端倾斜，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这样剧烈的权力转移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国分林口中那个分裂的改了名的中国和我们前面讲的松原赵子的联邦制预感竟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一个来自日本论坛的匿名穿越者，一个是日本知名的事件者，二个人在完全没有交集的情况下给出了同一个方向的判断。而这还没完，帕克也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在节目里明确讲过，中国将会面临一场属于自己的内部革命。虽然他觉得这个巨变最可能发生在2028年，但也有可能往后延到2030年，甚至是2035年左右。而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会分裂成更小的区域和更小的国家。2028年、2030年、2035年，你有没有注意到帕克给出的这几个时间点和国分林口中那个2030年代后半期的国内冲突几乎是完美重叠的？三个来源，三条独立的线索，最终都汇流到了同一条河里。这种程度的巧合已经很难再用单纯的瞎猜来解释了。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好端端统一的大国怎么可能说分裂就分裂？这也太离谱了吧。其实如果你翻开中国这500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相。我们印象中那种由一个皇帝、一个中央牢牢统治一切的高度集权模式，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里反而是少数。从远古那个松散管理的三皇五帝时代，到后来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这片土地在他生命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里，过的其实都是一种类似联邦的、多中心的、松散的日子。国学界公认最辉煌、思想最自由、诸子百家争鸣的那个黄金时代，恰恰就是天下还没有被一统的春秋战国。所以你看，如果有一天这片土地真的再次走向某种联邦制的松散结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与其说是一场崩塌，倒不如说是一种向着老祖宗传统的迟来的回归。这样一想，是不是那种末日般的恐惧就少了几分，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呢？而且预感到这片土地将有大变局的，远远不只是这几位外国的预言家。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那本流传了上千年，被誉为千古第一奇书的《推背图》，其实也早就被无数人解读出了类似的味道。不少研究推背图的人都认为，在那几十项层层推演的图谶背后，指向的正是一场旧秩序的终结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其中有一句六爻占尽文明剑，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当所有的纷乱走到尽头，迎来的将是文明的重现与回归。你看，无论是西方的水晶球，还是日本的事件，又或是中华大地上那古老的图谶，当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落在了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时间段上，落在了变局与重生这同一个主题上时，这还仅仅只是一场巧合吗？当然，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模糊的，是任人解读的，信则有，不信则无。我把这些不同源头的声音摆在一起，并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断言什么。我只是觉得，当这么多条独立的线索在迷雾的尽头悄悄地交汇成一个点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脚步，多想一想。好，预言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终究都是未来的事，太遥远，太缥缈了。那我们不妨把目光从那个遥远的未来拉回到我们眼前这个真实的2026年，你会发现，现实似乎正在用一些奇怪的细节悄悄地呼应着那些预言。我们先说说经济，还记得国分林那句判断吗？他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随口一说，可你再看看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的房地产，那个曾经被无数家庭视为财富保险箱的东西，如今正在无数座城市里持续的无声的崩塌。为了把手里的房子脱手，贷款卖房，赔本甩卖，已经从一个笑话
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常态。许多国有企业里，员工的月薪被一砍再砍，有人甚至发现自己辛苦多年，工资竟然倒退回了多年前的水平。无数普通的家庭正在为最基本的生活而苦苦挣扎。与此同时，人口的版图也在剧烈的洗牌。光是年轻人，在未来的10年里，据估算就将减少数千万之多。一个正在快速老去又快速失去活力的社会正浮现在我们眼前。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财富的流向。当经济的含义越来越浓，那些手里还有点积蓄的人，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想方设法把钱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于是我们看到关于资金外流的种种传闻甚嚣尘上，相关的管控措施也一道接着一道的收紧，甚至连个人都被头一回纳进了某些对外投资的监管范畴，引发了不小的恐慌。你看，这和国分林口中那个资本终极逃逸的图景是不是又隐隐地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衰退到2030年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快速萎缩的人口，一场悄然发生的财富大迁徙。国分林在2021年写下的那句话，正在被眼前的现实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填满。而除了宏观的经济，还有一个更微妙、更贴近人心的细节，最近被一些眼尖的网友捕捉了下来。这个细节跟中南海内部一个叫瀛台的地方有关，还跟另一个叫纯一斋的地方有关。可能很多朋友对这2个名字不太熟悉，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如果把中南海比作美国的白宫，那么瀛台就相当于白宫里那间最具象征意义的椭圆形办公室，它是最高权力的核心，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用来会见最重要客人的、最体面、最具排场的地方。而纯一斋呢，则更像是深藏在白宫内部的一间非常私密的小型的会客厅。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的惯例。2014年，习近平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地点选在了瀛台。2024年的5月，他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丁，核心的会谈活动也依然安排在瀛台。可以说，瀛台一直是那个牌面最足、规格最高的选择。但是从2025年的年中开始，这个延续了多年的惯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了。习近平似乎不再频繁地使用瀛台，而是悄悄地把会客的地点转移到了那个私密的纯一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有网友提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猜想，原来这个瀛台背后可不简单。传说在清朝末年，那位试图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就曾经被慈禧太后软禁在这个瀛台之上，而最终光绪帝也正是在这里离奇的中毒身亡。所以在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眼中，瀛台根本就不是一座风光秀丽的皇家园林，它是一个带着浓重历史阴影的不祥的所谓的大凶之地。那么把这个历史的传说放到今天来看，这个会客地点的变化就变得格外耐人寻味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晚年权力越来越集中，但与此同时，那种帝王般的疑心似乎也越来越重。此前外界还一度传出过他在党内被架空、暗流涌动的种种消息，即便后来他清洗掉了不少所谓的反对势力，却依然没有高调地重新回到那个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瀛台。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要避开瀛台？是因为那段光绪被囚的历史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根敏感的神经吗？是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和那个被软禁的末代皇帝有了某种他不愿承认的相似吗？我们无法钻进他的脑子里去确认他真实的想法，但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不是恰好又和国分林、松原赵子乃至帕克的预言遥遥地呼应上了呢？会不会中共离垮台的那一天真的已经不远了？会不会就连身处权力最顶端的他自己都已经提前嗅到了那一丝山雨欲来的不祥的气息呢？聊到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跳出这些具体的预言，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一切，松原赵子的崩溃之感，国分林口中的政变与华国、帕克的分裂预言全部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让人站立的共同点。他们描绘的其实都不是某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描绘的
是一场针对某种旧有秩序的、彻底的、根本性的清算。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根本的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每当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大动荡、大撕裂的周期，类似未来人、类似大预言这样的故事，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疯狂地涌现出来？从各种各样的末日传说，到盲眼龙婆，再到今天的国分灵，人们对这些预言的狂热追捧，背后到底在渴望着什么？答案其实有点残酷，我们渴望的是一种确定性。其实回头看看人类的整部历史，你会发现预言这东西从来就没有缺席过。每当瘟疫横行，每当王朝崩塌，每当战火连天，每当一个旧的世界摇摇欲坠的时候，总会有各式各样的预言，各式各样的先知从历史的角落里冒出来。古罗马的占卜，中世纪的启示录，乱世里口耳相传的童谣谶语，它们就像是人类在面对巨大未知时本能分泌出的一种精神镇痛剂。这背后的道理，几千年来其实一点都没变。我们之所以追捧这些近乎神迹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理智，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太失控了。经济周期的无情下行，国际关系的剑拔弩张，科技大爆炸带来的种种伦理失控，让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无力感。我们每天睁开眼刷到的都是坏消息，物价在涨，工作难找，世界各地的冲突一个接一个。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却越来越搞不懂这艘叫做时代的大船到底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种看不清前路的迷茫，比任何一个具体的坏消息都更折磨人。正是在这种无力感里，我们太需要有一个声音站出来，哪怕这个声音宣称自己来自2058年，只要他能拍拍我们的肩膀，温柔地告诉我们别怕。所有的混乱背后都是有规律的，一切都在一个早已写好的剧本里运转。我来自未来，这本身就证明了人类在2058年依然好好的活着。我们度过了那些劫难，我们依然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事实上，国分灵在2021年留下的最后一条公开的贴文，写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未来是光明的，这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的。你看，他留下的那5条预言也好，关于华国的判断也好，每一条的背后其实都精准无误地对应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某一道脆弱的裂缝。他或者他们也许并不是真的在运用什么超能力预测未来，而是在用一种极其冷酷的理性帮我们总结了那些我们一直在逃避，一直不敢去细想的现实。他只是把这些灰犀牛般的危机贴上了一个个具体的日期，标上了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然后强行扒开我们的眼皮，逼着我们去正视罢了。影片讲到这里，我想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有了一杆自己的秤。现在是2026年，距离那个传说中的时间锚点，那个国分灵承诺会回来补上所有答案的2026年9月26日已经没有几个月了。那个承诺过会回来的账号，到时候究竟会不会真的出现？它又会带来怎样惊人的真相？还是说那只是一场永远不会赴约的美丽的幻影？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今年剩下的这些日子里，历史巨轮滚动的轮廓已经在迷雾中若隐若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个字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被一个叫华国的名字所取代？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门前，会不会真的有一天站上一支政变的军队？那道困住了无数人的高墙，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轰然倒下？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场荒诞的网络传说，也许他们是冷静到可怕的，对现实的提前预演，没有人能在今天就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国分灵是不是真的来自2058年，无论松原照子的事件是不是真的通往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有一件事是这些预言反复在提醒我们的，那就是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再坚固的高墙，再庞大的帝国，再不可一世的权力，
在历史的长河面前，都不过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浪花。今天看起来牢不可破的一切，也许明天就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松动、崩解，然后重生。这也许才是这些预言留给我们最深的一个启示。而我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今天真正想带给你的，其实并不是要你去相信哪一个预言，比预知未来更重要、更稀缺，也更值得我们去拥有的，是那一份在风暴来临之前依然敢于直面现实，并好好的、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的勇气。那么，看到这里的你，最相信，或者说最担心上面讲的哪一条呢？你又觉得哪一条纯属无稽之谈，绝对不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呢？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连同今天的日期一起写在下面，作为一个小小的时间印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真的身处风暴眼的中心时，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今天说过的这些话。到那时，但愿我们都能庆幸自己曾经认真的思考过。一个英国灵媒，一本3000年前的中国古书，一群5000年前的印度棕榈叶，还有一位400多年前的法国预言家，他们竟然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说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这不是巧合，这是跨时空的重合。而站在这场重合正中央的那个人就是帕克。他不仅用灵视预测未来，他还翻开了易经，亲手制出铜板，占了一卦。而这一卦恰恰揭开了2场战争的黑暗剧本。更离奇的是，当他把这个卦象摆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石旁边，摆在圣经启示录的末日之战旁边，摆在印度纳迪叶的古老文字旁边，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实，它们全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而那个窗口就在眼前。好，我们先从帕克和易经的渊源说起。很多人只知道帕克是灵媒，是被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他1954年出生在英国南安普顿，30多年来一直以灵媒和未来学家的身份公开活动。他成功预测过川普当选，预测过英国脱欧，预测过新冠疫情爆发，甚至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去世，他都提前1年精准说中。他在2021年底就公开说过，我觉得女王能撑过她的白金禧年庆典，但之后我们会看到她的健康突然迅速恶化。结果2022年9月8日，女王果然去世。这种精准度让英国媒体直接给她扣上了末日先知的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帕克的预言工具箱里不仅有灵视和冥想，还有一样非常古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易经。帕克在他的著作《你的灵能力量：初学者指南》中，专门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讨论易经。他在书中引用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一段话，而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帕克为什么会把易经和灵视放在一起的关键。荣格说了什么呢？他说，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每一个在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都带有那个时刻的特质，所有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连接的。这就是荣格著名的共识性理论。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在某一刻掷出铜板，铜板落下的方式并非随机的，而是与那一刻宇宙的整体状态相呼应的。就好像宇宙在那个瞬间通过铜板的正反面向你传递了一条信息。帕克接着说，易经铜板的落定，塔罗牌的翻转，卢恩石的散落，都是这种有意义的巧合。它们反映着当下与未来的事件。灵性的力量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来运作。你听到了吗？帕克把易经和他的灵视放在了同一个层级。在他看来，它们不是2套互不相干的系统，而是从不同角度窥探同一个真相的窗口。灵视是用心灵直接触碰那个微妙的现实层面，而易经则是用一套精密的符号系统去解码那个层面的信息，殊途同归。这个观点其实非常了不起。你想想看，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个在南安普顿长大的灵媒，他居然把3000年前中国圣贤伏羲和周文王创造的占卜系统当成跟自己的超自然能力同等重要的预言工具。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易经的力量是超越文化和地域的，它不属于中国，不属于东方，它属于整个人类。而荣格的共识性理论则为东西方的预言传统
架起了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易经的64卦和西方的灵士、塔罗、占星其实都在触碰同一个宇宙的脉搏。好，那帕克到底用易经看到了什么？在他的2023年世界预测中，帕克做了一件他以前很少做的事情。他在公开预测中明确表示，除了使用灵士之外，他还专门为世界局势制了一个易经卦。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用灵士来做预测，但我也用易经的神谕来占了一卦，看看它能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信息。这是非常罕见的。帕克每年都会发布预测视频，累计几十年了，但他公开提到使用易经占卦的次数屈指可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上感受到了一种异常强烈的信号，强烈到他觉得仅靠灵视不够，他需要再拉一条完全独立的线来交叉验证。就好像一个科学家做实验，用了一种方法得出了结论，但结论太惊人了，他不敢相信，于是又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重复实验，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而他制出的这一卦让他自己都沉默了好一阵。帕克没有在视频中详细公开卦象的每一个爻辞，但他透露了核心信息。他说，这个卦象显示整个世界正在被考验，不仅是集体的考验，也是每个人个人生命中的考验。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个人困境，而这种考验将在2023年和2024年持续加深，在2024年达到顶峰。注意这个考验的意象，在易经64卦中有好几个卦都跟考验和险难有关。比如坎卦，坎为水，代表重重险阻，就像掉进了一个深坑，四面都是水，怎么挣扎都出不去。又比如蹇卦，水山蹇，代表前路艰难，寸步难行。还有困卦，泽水困，代表被困住了，外面的力量把你死死压住。帕克虽然没有明说是哪个卦，但从他描述的整个世界正在被考验这个语境来看，这个卦象绝对不是什么吉利的卦，它带着浓重的警告意味。而最让人不安的是，帕克在这个卦象中看到了2场战争的影子。先说第一场，已经发生并且还在持续的战争。帕克反复强调一件事，他说早在2015年他就开始公开预测俄罗斯和中国会结成同盟。2015年那个时候，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虽然不差，但要说军事同盟，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当时中国正忙着搞一带一路，俄罗斯刚刚吞并克里米亚被西方制裁，两国各有各的麻烦，结盟的可能性在主流分析师看来微乎其微。帕克自己也承认当时人们觉得这不可能，但他坚持说，我在灵视中看到了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结果呢，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反而在外交上为俄罗斯提供掩护，在联合国多次投下弃权票。在经济上，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帮助俄罗斯抵消西方制裁的冲击。两国在军事上的协调也越来越紧密，联合军演的频率和规模都在增加。到了2025年，帕克直接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将建立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他10年前看到的剧本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而在他2023年制出的易经卦象中，帕克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格局。他说，俄乌战争只是前奏，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这场风暴将涉及多个国家，规模之大会让俄乌战争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帕克在2024年的预测视频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观点。他说他的预测时间范围大概是2024年到2026年。在2026年之后，我们会开始看到一些非常正面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但在那之前路还很崎岖。他甚至提到了癌症的治疗可能会在这期间出现重大突破，而这一切都跟人工智能有关。你注意到了吗？2026年又是2026年，帕克反复提到这个年份，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插在他所有预测的中心。再说第2场战争即将到来的，也是最让人揪心的。帕克从2023年开始就反复警告台海局势。他说他看到台海之间会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可能是2架飞机相撞，也可能是2艘潜艇碰撞。这个意外不是有计划的军事行动，而是某种擦枪走火。但就是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
帕克的原话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乌克兰和它相比将显得微不足道。我也感觉俄罗斯会站在中国一边，变成一个流氓国家联盟，因为它会煽动中国，让事态更加恶化。他接着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但最终结局会好的。我觉得最后会出现一个新的中国，分裂成多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大中国，而是好几个小国家，有点像今天的欧洲那样，民主制度会占主导地位，边境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这段话帕克在2023年说过，在2024年又说了一遍，在2025年又加码说了一遍，每一次他的描述都更加具体。到了2025年12月底，帕克发布了他迄今为止最长也最骇人的预测视频。他直接把2026年定义为清算之年、重置之年、文明转折之年。他说，过去多年他反复提及的判断将在2026年出现，引力聚合开始同时兑现。什么叫引力聚合？就像宇宙中所有的力量突然汇聚到一个点上，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同一个时刻爆发。台海、中东、经济、科技、自然灾害全部在2026年这一年里撞在一起。而在台海问题上，帕克给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细节。他在2025年12月4日预警说，2026年台海或中美或中日之间将上演极其惊险的准危机，类似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结果仅仅2天后，2025年12月6日，中国辽宁号航母就2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消息震惊全球。帕克的预测和现实之间只隔了48小时。你要知道，火控雷达锁定在军事上是极其严重的挑衅行为，它意味着你已经把对方套进了瞄准器，随时可以开火。这不是一般的靠近飞行或半飞监控，这是准战争行为。而帕克在这件事发生2天前，就用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这个精准措辞预言了它。类似的神准命中不止这一次。2025年11月19日，帕克点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他很可能在一场暗杀或暴力政变中倒台。又是仅仅2天后，11月21日，川普就罕见地直接打电话给马杜罗，下最后通牒，要求他辞职离境。马杜罗拒绝，美国随即将他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升级制裁，航母封锁加勒比海，扣押委内瑞拉油轮。马杜罗政权瞬间陷入史上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命悬一线。2次间隔都是2天，这种命中率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好，现在我们回到易经。帕克用灵视看到了这些画面，用易经占卦验证了这些画面。但帕克不是唯一一个用易经看到2026年有大事的人。在中国，有研究者用邵雍的黄极经世体系来推算历史大周期。邵雍是北宋的一位大学者，被称为先天易学的集大成者。他用易经的数理逻辑建立了一套宏大的时间计算模型，能够把人类历史从开天辟地到未来数万年的每一年都对应到一个特定的卦象上。这套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元会运势，一元等于12，会1会等于30，运1运等于12，是1是等于30年。整个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齿轮组，大齿轮带动小齿轮，每一个层级对应一个卦，4个层级的卦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那一年的整体能量图谱。有研究者用这套体系算出2024到2033年这10年的卦是天风姤。姤卦是什么意思呢？姤就是邂逅，就是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什么浪漫的邂逅，而是意外的碰撞。不是你约好了要见面，而是冷不防在路口撞上了。姤卦的卦象是一阴爻潜入5阳爻之下，5根阳爻高高在上，看起来稳如泰山，但最底下那根阴爻正在悄悄侵蚀地基。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危机四伏，这就是姤卦的本质。在历史上，每当10年卦落在姤卦的时候，都意味着那10年会有很多完全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而2025年的年卦更加可怕，是泽火革。革卦，光看这个字就够了，变革、革命、改朝换代、脱胎换骨。这个卦在易经里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它直接对应的就是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种等级的历史巨变。彖辞说得明明白白，天地革而40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亦大矣哉。意思是天地都在变革，四季因此更替。
汤和武王的革命顺应了天道，也顺应了人心，变革在当下这个时刻的意义太重大了。你想想看，易经的作者用的例子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改良，不是换个宰相调个政策，而是汤武革命，推翻一个朝代建立另一个朝代，这是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革。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研究者把2025年的年卦和10年卦的组合拿去跟历史比对，发现在前后100年中，只有2024年和2025年出现过这种特定组合。再往前推100年，对应的是1962年和1963年。1962年发生了什么？古巴导弹危机，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美国发现后进行海上封锁，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了整整13天，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最后赫鲁雪夫退让导弹撤走人类，侥幸逃过一劫。而1963年呢，甘乃迪遇刺身亡，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全球政治版图发生巨大震荡。研究者的最终结论是，中美脱钩很可能在2025到2026年之间发生，2028年则是真正的全球经济大崩盘。注意，这些研究者用的是纯粹的易经数理推演，他们不是灵媒，没有超自然能力，不会通灵，不会占星，他们只是在用1000年前邵雍留下的数学模型去做计算，但他们算出来的结果跟帕克用灵视和占卦看到的画面竟然高度一致。两套完全不同的方法，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群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如果一个人说明天会下雨，你可能不太在意，但如果两个从没见过面的人，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北京，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同时告诉你明天会下雨，你是不是该带把伞了？这就是跨时空重合的第一层，易经内部的重合。一个英国灵媒和一群中国学者通过易经的不同路径看到了同一片风暴。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到400多年前的法国。诺查丹马斯出生于1503年，去世于1566年。他原本是一名医生，在欧洲黑死病横行的年代四处行医救人。他研究各种疗法，包括一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前卫的方法，比如清除患者遗体，保持空气流通，饮用干净的水，饮用蔷薇果制成的果汁。后来他开始对占星术和神秘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555年出版了那本改变历史的预言书《诸世纪》。这本书收录了942首4行体预言诗，用晦涩难懂的混合语言写成，时间顺序也被刻意打乱，据说是为了逃避教会的迫害。后人从中看到了对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崛起、911恐怖攻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预言。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者指出，当集体焦虑高涨时，人们会从预言中寻求答案和指引，确信世界有更大的计划在运作，就像今天有人会参考星座运势一样。当时的诺查丹马斯追随者从他的预言中找到了理解动荡世界的方法，以及对变革即将来临的希望。但有一段预言跟2026年的关联确实让人很难忽视。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多次提到一个叫反基督的存在，他预言了3个反基督，其中第3个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而关于这第3个反基督，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反基督很快消除了那3个，他的战争将持续27年。不相信他的人被杀、被抓、被放逐，血尸体、大水和红色的雹覆盖了大地。27年的战争，这个数字非常具体，在一本以模糊著称的预言书里出现如此明确的数字本身就很不寻常。而诺查丹马斯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从1999年加上27年是哪一年？2026年。也就是说，根据一种被广泛讨论的解读方式，诺查丹马斯预言的反基督27年战争将在2026年走到终点，之后和平降临。他在第10卷第42首诗中写道：天使人类的子孙统治着我们，也保卫住共同的和平。他为了终结而中途制止战争，和平得以长期永存。这首诗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诸世纪900多首预言诗中极为罕见的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诗。它暗示在一场极其可怕的战争之后，会有一股超越人类的力量出现，终结一切杀戮，带来持久的和平。跟中国推背图中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展望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克雷姆纳预言也值得一提，这位生活在100多年前的东欧预言家，因为成功预言了1战和2战而出名。在他预言的第3次世界大战中，他说将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炮弹，爆炸的时候会杀死附近所有的生命，之后大饥荒就出现了。不是没有食物，而是食物中充满了毒素，连水都不能喝，人类将开始大量死亡。有人解读说，这可能就是核爆炸产生的后果，因为食物、水，连空气都会被核辐射污染。但帕克和印度的纳迪叶预言师都说核战不会出现。那这种奇怪的炮弹会不会是帕克所说的科学恐怖主义，或者某种新型的网络武器和人工智能攻击呢？现在你注意到了吗？帕克用灵视和易经看到的2026年台海冲突和全球动荡，跟诺查丹马斯400多年前写下的反基督27年战争的终结，精准地指向了同一个年份。而更诡异的是，帕克本人就被媒体称为新诺查丹马斯。新旧2个诺查丹马斯隔着400年看到了同一个时间节点。好，第3条线索，我们翻开圣经。圣经启示录中有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哈米吉多顿是一个地名，位于今天以色列北部的米吉多山谷。圣经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军队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展开人类最后一场，也是最惨烈的一场大战。许多人认为，如果预言应验的话，这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而在这场大战之前，天使将降下7年的大灾难。这7年里，地球上会发生什么呢？气候巨变，农作物大量减产，瘟疫蔓延，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不断出现，甚至陨石撞击地球。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崩溃，社会道德沦丧，恐怖主义横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描述跟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有一种诡异的相似？极端气候一年比一年严重，新冠疫情横扫全球，全球经济摇摇欲坠，战争在多个地方同时燃烧。如果7年大灾难已经开始了，那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从2020年的新冠疫情算起，那7年后是2027年，又是2026到2027年这个时间窗口。帕克在谈到他的2026年预测时，也提到了圣经的末日之战。他说，除了地缘政治上的实体战争之外，还会出现一场属灵的战争。这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天使与恶魔之间的对决。但天使和恶魔不会像电影里那样披着金甲银袍在天空中出现，他们的战场在人的心中，这是一场心灵之战。帕克说，负能量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我们的体内，总共有3大类，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他同时也说，人类内心的正义和美德终将战胜心魔，帮助我们克服不良的习惯。这段话如果你把它跟易经对照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鸣。易经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阴阳的对立与转化，黑暗到极致就是光明的开始，否极泰来。坎卦的大象传怎么说？水见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意思是水一波又一波的涌来，险难一重接一重，但君子面对险难该怎么做？坚持自己的品德不动摇，反复实践自己该做的事，不是逃避，不是恐惧，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坚守正道。帕克描述的心灵之战，本质上不就是每个人内心中阴与阳的较量吗？好，第4条线索，印度。这条线索可能是所有线索中最神秘的一条。帕克近年来深入研究了一套他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预言系统——印度的纳迪棕榈叶预言。这套预言系统的来历极其离奇。据说在5000年前，印度的古圣贤们用他们的神通力量看到了未来所有灵魂的命运，然后把这些信息一一刻在棕榈叶上，每一片叶子对应一个特定的灵魂。叶子上不仅记录了这个灵魂的前世今生，还记录了他未来会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包括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你的伴侣是谁，你会从事什么职业，你会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这些叶子流传了几千年，由专门的解读师家族世代守护。解读师们恪守着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拿纳迪叶赚钱。他们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是为每一片叶子找到它的主人。而叶子的主人也会在冥冥之中仿佛被某种力量指引，来到解读师的身边。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但凡能找到叶子的，都说他奇准无比。
准到连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名字都早就写在了上面。帕克亲自去了印度找过他的叶子，解读师让他提供右手大拇指的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科学在19世纪才发现这一点，但5000年前的古印度人就已经知道了。解读师根据指纹在浩如烟海的叶子中进行筛选，最终找到了属于帕克的那一片。叶子上写住什么？你母亲名叫艾塞尔，但她自称维基。帕克说他当场就吓住了，因为他母亲出生时父母给他取的名字确实叫艾塞尔，但他母亲一辈子都非常讨厌这个名字，坚持让所有人叫他维基。帕克强调，这种级别的私密细节你翻遍整个网络都不可能找到。可是在遥远的印度，有个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让帕克开始大量研究纳迪叶，并跟多位解读师建立了长期联系。其中一位叫维尼塔的解读师给了他关于2026年的重要信息。维尼塔说，从2025年7月开始，他解读的叶子中就频繁出现了灾难的影子。比如在一位女政治家的纳迪叶中，就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场未来的灾难，大概在2028到2029年左右。那时候他已经当选为加州州长，正在全力以赴应对灾难。如果一片叶子说到了某个灾难，你可能不会太介意，但如果3片叶子、4片叶子，好几个完全不搭界的人，他们的未来展望中都出现了同一场灾难，你该怎么想？维尼塔说，未来5年我们将面临巨大的转变，不过大家也别慌，总的来说，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从2025年年底开始，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名的国家将卷入一场战争。战争爆发的时间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基本上会在2027年。这可能是常规战争，也可能是贸易战、网络战，甚至病毒战。但有一点可以放心，毁天灭地的核战不会出现。帕克听完维尼塔的解读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跟他自己看到的情况差不多。他的灵视，他的易经卦象，跟印度5000年前刻在棕榈叶上的文字再一次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帕克还提到，印度预言体系中有3大流派，第一种是外界最熟悉的吠陀占星术，阿南德就是这个流派的；第二种就是纳迪叶；第三种是更深层的通过冥想和修行获得的直接灵视。帕克说，他咨询的不只是一个流派的人，而是多个流派的有修为的人，他们都在为世人祈祷，希望神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好了，现在我们把所有线索全部串起来，5条线索，5个完全不同的来源：帕克的灵视，帕克的易经占卦，中国学者的黄极经世推演，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印度的纳迪棕榈叶。他们跨越3000年到5000年的时间，跨越欧洲、亚洲、中东3大文明圈，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画出了同一张地图。地图上有2场战争的黑暗剧本和一连串的关键时间节点。帕克指出，2026年3月15日之后，世界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3月25日，太阳与土星合相是重要的冲突触发点。帕克说，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大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会威胁并监禁较小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发生杀害行动。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是极度危险的周期。8月12日，新月之夜，木星、太阳与月亮聚集在巨蟹座，是必须多加小心的时间触发点。10月到11月左右，印度南部恐面临大规模海啸袭击。这份讯息来自湿婆神通过纳迪叶的开示。日本附近海底火山可能爆发，产生一团巨大的致命毒气云，引发全球惊恐。帕克甚至暗示，这场海底火山爆发可能不是天灾，而是某种间接战争的一部分。有人可能通过人为手段触发自然灾害，让它看起来不像军事攻击。帕克还特别警告了一种全新的威胁，他称之为科学恐怖主义。未来的战争中很可能会有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这场攻击可能重创加密货币市场、工业系统，甚至人工智能市场本身。帕克反复叮嘱大家，一定要把电脑中的重要资料做本地备份，而且一定要离线保存，因为在这场网络战中，黑客会破坏云端设备，盗取个人资料。在台海问题上，帕克预测一次意外碰撞将引发连锁反应，中国会在这场冲突中受到重创，经济崩溃，
帕克早在2025年就预测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前下台，健康状况在2026年明显恶化，政治与身体的双重衰退同步展开。中共垮台后，中国将进入重构期，可能走向类似欧盟的多元分散结构。这个过程不会在2026年完成，但征兆将清晰浮现，延续至2030年。2026年也是真相之年，大量谎言被揭穿，诉讼档案秘密接连曝光。帕克说爱泼斯坦文件只是开始，更多骇人听闻的真相将在这一年浮出水面。但黑暗剧本不是结局，每一个预言体系在描述黑暗之后都指向了光明。帕克在每一次预言的最后都会说同样的话，他说这些预言不是绝望的信息，而是希望的开端。有一种高于世界领导人和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人类。灾难并非为了毁灭世界，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帕克分享了他10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在中国在一片泥泞中艰难前行，然后他看到一栋建在桩子上的屋子，爬了进去，里面正在上演世界上最美丽的舞蹈，一场令人惊叹的花之舞，而中国道家始祖老子也在屋内正在指挥着这场舞蹈。老子对帕克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中国的未来。花之舞，在泥泞之后，在风暴之后，在黑暗剧本演完之后。诺查丹马斯也这么说，他那首罕见的和平之诗描述了战争结束后天使降临和平永存的美好未来。推背图的最后一项也展望了一个天下大同的黄金时代。易经更是如此，64卦循环往复，否极泰来。否卦之后是泰卦，剥卦之后是复卦，坎卦之后是离卦。最黑暗的时刻永远是黎明前的最后一秒。革卦的卦辞说，以日乃福元亨，力争毁亡。到了那一天，真诚的人将得到信任，保持正道，悔恨将消散。大象传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利民时。君子应当研究历法，明辨时事，把握变革的节奏，不是被动等待命运的审判，而是主动顺应天道，在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易经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管预言有多黑暗，不管剧本有多可怕，最终的选择权永远在我们手里。印度的纳迪叶也是如此。维尼塔说，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帕克也说，随着黄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寿命会达到250岁左右，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纳迪叶还提到，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宗教冲突和先进的科学恐怖主义将在2026年1月中旬与2月底前后形成高密度爆发窗口。但在这些剧烈的阵痛之后，一个全新的世界将会诞生。帕克在每一次预言的最后都会说同一句话，他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心灵上的启悟。觉醒的我们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我们之间的连结也越来越紧密。如果你渴望去天堂，天堂就在你心里。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最终归于神。要是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战争啊，灾难啊，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了。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易经系辞传》里的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让万物生生不息，不管经历多少灾难，多少战争，生命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消灭。而帕克用易经站出的那一卦，从考验的阴影中最终指向的也是这样一个结论：考验是暂时的，成长是永恒的。黑暗剧本有结局，而结局的名字叫黎明。最后回到我们的标题，2周后有大事发生吗？帕克指出的4月15日到11月15日的危险窗口即将开启，而在这个窗口开启之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过渡期。3月25日的太阳土星合相刚过去不久，能量还在发酵，全球的地缘政治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绷。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经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中东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爆，伊朗局势正在急速恶化，而台海那个帕克反复警告的地方，每一天都在上演着看不见的军事博弈。帕克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是真相之年，许多谎言将被揭穿，许多真相将被曝光，大量诉讼案件会浮出水面，秘密档案会被公开。这是一场集体的清算，
也是每个人内心的清算。中国的赤马年也已经开始，赤马弘扬60年一遇的大节，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60年前是1966年文革开始，10年浩劫，毁人无数。60年后的今天，又一个甲子轮回。帕克看到的清算之年，易经的革卦，诺查丹马斯的27年终结，赤马年的60年大劫，全部叠加在一起。但帕克也说了，未来可以被改变。他说他只能看到可能发生的事，但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走哪条路。他就像一个读地图的人，地图上画出了所有可能的道路，但最终走哪条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易经也从来不是一本命定论的书，它告诉你可能的走向，但它也告诉你如何趋吉避凶。革卦的大象传怎么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智立名时，不是被动等待命运的审判，而是主动顺应天道，在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帕克用易经和灵视画出了路线图。诺查丹马斯400年前就写好了路标，圣经和纳迪叶在更早之前就埋下了坐标。所有的指针都在转动，所有的时钟都在倒数，但最终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取决于我们自己。否极泰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意思，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等一下，在结束之前，我还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就是帕克的易经占卦和他的灵视之间那种微妙的互相印证关系。很多人可能会想，帕克既然已经有灵视能力了，为什么还要用易经？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不是。帕克自己说过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说所有的灵能者都是会犯错的，没有人能100%准确地预测未来，他能看到的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未来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任何预言者能完全掌握未来的走向。这种谦逊的态度其实跟易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易经的易字本身就有3层含义。第一层是变易，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第二层是简易，虽然变化无穷，但背后有简单的规律可循。第三层是不易，虽然万物在变，但变化的规律本身是不变的。帕克用灵视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然后用易经来验证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在宇宙的大趋势中有迹可循。如果灵视和易经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说明这个信号非常强。如果两者矛盾，那就需要重新审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用多个独立的信息源来交叉验证。而在2023年那次占卦中，两者的结果高度一致。帕克的灵视看到了战争和动荡，易经的卦象也显示了考验和危机。两条线索像两条河流在同一个地方汇合，这种汇合让帕克确信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象，而是真实的信号。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帕克的这种灵视加易经的方法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做一件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触碰同一个看不见的现实。中国古代的帝王在做重大决策之前，会同时使用龟甲占卜和尸草占卜2种方法。如果2种方法的结果一致，那就说明天意明确，可以放心行动。如果结果矛盾，那就需要谨慎观望。这跟帕克用灵视加易经双重验证的逻辑如出一辙。而在西方古代的德尔菲神殿，女祭司在发布神谕之前也会使用多种方法来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包括观察泉水的流动、焚烧月桂叶、观察烟雾的形态，以及进入恍惚状态接收神的信息。多重验证一直是预言传统中的核心原则。帕克只不过是在21世纪的语境下重新实践了这个古老的原则而已，只是他用的工具一边是英国灵媒传统的灵视，另一边是中国3000年的易经，东西方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了。而这恰恰呼应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跨时空的重合，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法，但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宇宙的真相。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东西方的预言会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汇聚？也许是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就像荣格说的，所有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连接的。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能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不管你是在伦敦用灵视去感应它，还是在北京用易经去计算它，
还是在印度用棕榈叶去解毒它，你都会被它的引力场所捕获。这就像一颗巨大的恒星，不管你站在宇宙的哪个角落，只要你把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你都能看到它的光芒。2026年就是那颗恒星，帕克看到了它，诺查丹马斯看到了它，易经计算出了它，纳迪叶记录了它，圣经预言了它，而我们就站在这颗恒星即将爆发的前夕。但请记住帕克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灾难不是终点，而是通往觉醒的门槛，黑暗不是结局，而是黎明的前奏。他相信在所有的动荡和苦难之后，人类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一个充满和平、智慧和灵性成长的时代。易经第24卦复卦的卦辞怎么说的？复，亨，出入无极，蓬莱无咎，反复其道，7日来复，利有攸往。意思是回归，出入平安，朋友们会来，不会有祸患。沿着这条道路反复前行7天之后，就会回到起点，利于有所前往。7日来复，黑暗不会持续永远。7天之后阳气回归，万物复苏，这是易经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而帕克用易经占出的那一卦，也许正是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考验会来，风暴会来，但风暴之后就是晴空，否极泰来，7日来复，花之舞。这就是东西方预言在2026年的跨时空重合最终给我们的答案。好了，这次真的要结束了，谢谢大家看到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值得更多人看到，请帮忙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说，在结束之前，我想把帕克2026年预测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单独拿出来讲一下。帕克在他的预测视频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科学恐怖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帕克认为这将是2026年甚至未来10年最大的威胁之一，比传统的军事战争更可怕。他说的科学恐怖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先进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来发动攻击。这种攻击不需要一兵一卒，不需要飞机大炮，只需要几行代码就能瘫痪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银行系统、通信系统，甚至军事指挥系统。帕克特别强调了网络攻击的威胁。他说2026年可能会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这场攻击的规模可能超过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一次。加密货币市场可能被重创，工业系统可能被瘫痪，甚至人工智能市场本身也可能受到冲击。黄金价格会先暴涨然后暴跌，整个全球金融系统都会感受到震荡。帕克为什么会特别关注科学恐怖主义？因为他早在2015年出版的书《来自宇宙的信息》中就已经写到过这个主题。他当时就预见到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会带来便利，也会带来新的威胁形式。而现在10年过去了，人工智能已经从实验室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度伪造技术可以让你分不清真假，自动化武器系统可以在没有人类操控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攻击目标，量子计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破解现有的所有加密系统。这些在10年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东西，现在已经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了。而帕克说，这种威胁在2026年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有趣的是，易经对这个问题也有暗示。我们前面提到的构卦，一阴潜入五阳之下，表面上看一切都好，但暗处有一股力量在侵蚀根基。这不就是网络攻击的完美隐喻吗？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但它已经潜入了你的系统，正在悄悄瓦解你认为安全的一切。帕克的建议很简单，也很实用。第一，把重要资料做本地备份；第二，离线保存，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云端这一个篮子里，因为一旦云端被攻破，你的所有资料都会消失。第三，对网上的信息保持警惕。深度伪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你看到的视频和听到的声音未必是真的。这个建议不管帕克的预言准不准，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网络安全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好了，现在让我用一段话来总结今天的全部内容。2026年，帕克用灵视和易经占卦看到了2场战争的黑暗剧本。第一场是俄乌战争的延续和中俄同盟的形成，第二场是台海地区可能因意外碰撞而引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他看到的时间窗口是2026年3月到11月，其中8月12日是特别需要小心的日子。
与此同时，中国的易经黄极经世推演算出了天风姤和泽火革两个卦象，指向2025到2026年的历史性巨变。诺查丹马斯的反基督27年战争从1999年算起，恰好在2026年到达终点。圣经启示录的7年大灾难，如果从2020年算起，也指向2027年前后。印度纳迪棕榈叶预言则说，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世界前5大国将卷入战争。中国赤马红羊年60年大劫的轮回也刚好落在2026年。6条线索，6个不同的文明体系，6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全部指向同一个年份。但在所有的黑暗之后，每一个预言体系都指向了光明。帕克看到了花之舞，诺查丹马斯写下了和平之诗。易经告诉我们否极泰来，7日来复。纳迪叶说坏事减少，好事增加。圣经预言了天使降临，终结战争。也许人类就是需要经历这最后一段黑暗，才能真正觉醒。就像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在光明到来的那一瞬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动和珍惜。帕克说，天堂就在你心里。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东西方预言给我们的最终答案，不是恐惧，是希望。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科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
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别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别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和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
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
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两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
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2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
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它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它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泰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乾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
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贤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